大家好，我是卢卡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很多人心中永远不可替代的 Chandler Bing 演员马修·佩里。去年10月，马修·佩里被发现在家中的浴缸中死亡，享年54岁。自杀、他杀还是服药过量意外死亡，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。今年8月，美国警方经过调查，指控5个人和马修的死有关，其中包括了他的助理和医生。他们利用他的成瘾，向他提供了过量的氯胺酮，也就是 K 粉，而一瓶12美元的氯胺酮，医生卖给马修2000美元。身边人的合谋加速了他的死亡。这位才华横溢、备受喜爱的演员，为什么一生都在和毒瘾斗争？他是怎么获得 Chandler 这个角色的？和茱莉亚·罗伯茨的爱情为什么无疾而终？大红大紫之后，为什么依然孤身一人？他的突然死亡还有哪些隐情？马修·佩里的母亲苏珊是一名加拿大记者，她还曾是大学生选美比赛的冠军。他的父亲约翰·佩里是一名歌手和演员，两人在选美比赛之后的派对上一见钟情。而1年多之后的1969年，马修就在父亲的故乡美国马萨诸塞州出生了。可是马修的出生却给王子公主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。马修因为腹痛常常大哭不止，医生并没有找出疼痛的原因，而是按照惯例开出了苯巴比妥。巴比妥类药物具有镇静、催眠和抗惊厥的作用，曾经一度流行，但是因为极易产生耐药性和成瘾性，20世纪后期逐渐淘汰。目前在大部分国家都为严格管制类药物。马修出生后第2个月就开始服用苯巴比妥，他一哭，父母就给他服药。父母竟然还一度认为嗨了的婴儿很可爱。这个时候，没有人会想到，马修之后的整个人生都将和各种药物做斗争，用一种药戒除另一种药，之后又对新的药物成瘾。他的一生经历了65次脱瘾治疗，遭受了生理和心理的极度痛苦，但是全都失败了。在马修9个月的时候，父母分开了，他和母亲回到加拿大，和祖父母一起生活。5岁的时候，他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被送上飞机，一个人飞往美国看望父亲。马修在自传里写道：“我吓坏了，每次只要飞机在空中发生颠簸，我就知道我即将死去。没有人告诉我这是正常的，没人能给我一个安慰的眼神。我的双脚甚至够不到地板，我太害怕了，都不敢调低座椅靠背打个盹，于是只能保持清醒，等待下一次颠簸的到来。一遍又一遍地担心从35000英尺的高空掉下去该是怎样的感觉。5岁时产生的被抛弃感，马修终其一生都没能摆脱。后来，苏珊成为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·特鲁多的新闻秘书，他和母亲搬去渥太华生活。另外，现任加拿大总理贾斯廷·特鲁多，也就是皮埃尔·特鲁多的儿子，和马修还是同学，当年还被马修胖揍过。由于苏珊工作繁忙，马修经常一个人在家，成了留守儿童。21岁的单身母亲压力山大，情绪化的苏珊也经常和儿子吵架。但是马修发现他的搞笑能让母亲平静下来。12岁的马修反应敏捷，伶牙俐齿，搞笑成为了他重要的生存手段，而且还凭借搞笑能力在学校获得了戏剧的演出机会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为他后来做演员埋下了种子。除了搞笑，马修还有一个特长，就是网球。4岁开始，外祖父就教马修打网球。到14岁的时候，他在加拿大已经有了排名。曾经，他也梦想过成为像吉米·康纳斯那样的网球明星。家人也曾认真考虑过让他去美国的网球学院走职业道路。但是，当15岁的马修到美国参加比赛，面对一位11岁的对手，一分未得的时候，他的网球梦就停止了。14岁的时候，趁家里没人，和朋友在后院的草地上喝酒。在喝多之后，马修第一次体会到了酒精带来的奇妙体验。他的原话是：“有生以来第一次，没有任何事情在困扰我，我沉浸在幸福之中。在那3个小时里，我没有任何问题，我没有被抛弃，我没有和妈妈吵架，我没有在学校里表现糟糕，我不怀疑生活的意义以及我在其中的位置。酒带走了一切问题。自此之后，
除了药物，酒精也成为他一生都没能摆脱的瘾。母亲重组家庭，又生了妹妹，马修总是和妈妈吵架，无法融入新的家庭。15岁的他决定去美国找父亲。他的父亲约翰已经是好莱坞小有名气的演员，当然，他也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。约翰也是个酒鬼，每天都会喝酒。马修看到父亲连喝6杯伏特加，还过着正常的生活，他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，自己也可以做到。网球梦想破碎之后，马修把目光放在了演员上，出名成了他最渴望的东西。陆陆续续的事情也没能带来什么机会，直到16岁的一天，在小饭馆和几个女孩打情骂俏的时候，遇到了导演威廉·里克特。威廉邀请马修出演他的电影《热夜狂欢》。虽然马修的第一部电影票房惨败，没有让他一夜成名，但是他认识了当时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大明星瑞凡·菲尼克斯。瑞凡·菲尼克斯曾经被认为是好莱坞最帅的男演员之一，入围过奥斯卡奖和金球奖。1991年以《我的私人爱达荷》夺得威尼斯影帝。1993年，瑞凡因为用药过量猝死，年仅23岁。两个人在剧组很快成为了朋友。马修的戏份只有3周，但是由于瑞凡喜欢，剧组特别邀请他一直待到拍摄结束。这段经历也成为马修非常珍贵和难忘的青春回忆。已经18岁的马修还有个难言之隐——阳痿。他认为是从自己14岁喝酒时开始的，所以每当要和女孩发生实质性关系的时候，他都找借口推脱。但是18岁时认识的这个女孩特里西亚，在关键时候没有让他再次逃脱。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拯救了马修。原来他认为的阳痿都是心理作用。虽然多年后他们又有机会约会，但是马修内心深处的自卑让他一次次的离开了真心待他的女孩。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回避性格，害怕对方发现真实的他之后离开他，所以马修每一次遇到好的感情，或者即将进入人生下一阶段的时候，都会主动分手。1994年，马修已经25岁，大部分事情都以失败告终，大部分的早晨都从宿醉中醒来，而且他快要没钱了。他紧急找经纪人，他需要一份工作，任何工作都行，而且必须立刻开工。幸运的是，他接到了一个电视剧的主角，洛杉矶国际机场2194，是一出讲述机场行李员故事的科幻喜剧。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，但是这部戏差点害他错过《老友记》。当时一部叫做《像我们这样的朋友》的新剧还没开拍，剧本就已经成为了热门读物。每个读过的人都知道，这将是一部大火之作。而马修看过剧本之后，就发现他就是钱德勒。他打电话给经纪人争取这个角色，但是由于和目前的电视剧冲突，他只能死心。甚至身边的朋友也认为他和钱德勒神似，还请马修帮忙为试镜做准备。他和朋友练习了无数次，剧本都烂熟于心。好几次他都是先表演一遍，让朋友照搬，然后朋友就能通过好几轮的试镜。有一天，他的好朋友克雷格·比尔克在吃饭的时候请他帮忙选择2个角色，其中一个就是钱德勒的角色。马修建议克雷克选择钱德勒，但是克雷格转身就选择了另一个，因为他想演的是绝对的主角，而不是6个演员中的一个。这导致几周之后，钱德勒的角色依然悬而未定。而且马修的电视剧《洛杉矶国际机场2194》因为收视不佳，没有被电视台续订，这样他就有了出演的机会。在面试时，马修连剧本都没有拿，他独特的台词和节奏征服了所有人，拿到了这个令他大红大紫的角色。而在3年前，马修在朋友聚会上见过詹妮弗·安妮斯顿，并且一见倾心。但是安妮斯顿对马修并不感冒，在马修打电话约他的时候，果断给他发了好人卡。在片场再次见到詹妮弗，马修依然被这个美丽的女孩吸引，跟她打招呼的时候还会尴尬。但是他知道这个工作机会有多难得，放下过去，专注工作才是最重要的。这6个年轻演员很快就打成一片，读剧本、彩排、拍摄都顺利地开始了。每个人都能闻到金钱的味道，演员们也闻到了名气的味道。《老友记》在1994年9月22号首播，
然后整整10年都没有掉出过前5名。这部戏不仅给6位主演带来了巨大的名气，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财富。到最终季，他们每集的片酬高达100万美元，同时每年还有2000万美元的分成。对马修来说，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名气，但是压力也随之而来。每天做梦的时候都会担心观众没有笑，同时他还在和自己的成瘾做斗争。观众也能注意到，钱德勒在剧中忽胖忽瘦，状态起伏。他的体重在58公斤到102公斤之间变化，体重增加时是因为酒精，变瘦的时候是因为药物。他留山羊胡的时候就是在大量服用药物。在《老友记》拍摄的间隙，马修还接了其他的电影，压力和疲劳让他更多的摄入酒精和药物。最夸张的时候，一天吃了55颗维克丁。阿片类药物具有镇痛和镇静的作用，也会引起强烈的心快感。使用过多会引起依赖性和上瘾，还可能致命。常见的阿片类药物包括吗啡、可待因、海洛因、芬太尼、氢可酮、美沙酮等。酒精、药物、压力、脱瘾中心、医院、片场、短暂的感情，这就是马修在《老友记》拍摄这10年里的主要生活内容。虽然其他几位主演也给过帮助和鼓励，但是每次面对酒精和药物，他都是那个输家。《老友记》第1季大获成功之后，制作人马耳他·考夫曼找到马修，希望他给茱莉亚·罗伯茨送花。原来制作团队希望在第2季邀请茱莉亚客串，但是茱莉亚表示，只有出现在钱德勒的故事线中，她才愿意出演。茱莉亚·罗伯茨1990年电影《风月俏佳人》使她闻名全球。2001年，她凭借《永不妥协》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。她还曾以2500万美元的片酬创造了好莱坞女明星最高的片酬纪录。大明星主动伸出橄榄枝，马修立刻开始追求。他在玫瑰花的卡片上写道：“唯一能比你参加演出更激动人心的事儿，是我终于有借口给你送花。”之后，马修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求爱经历。由于2个人都在拍戏，所以这个过程都是通过传真完成的。每天一完成拍摄，马修放弃了派对，就赶回家，守在传真机旁等着茱莉亚的传真。他还会像一个15岁初恋少年那样，把传真读个4、5遍，咧着嘴傻笑。当然，他们也会打电话，每次都是4、5个小时。后来，茱莉亚在访谈中也承认和马修在一起，还评价他极其聪明、幽默和英俊。在茱莉亚到《老友记》剧组拍摄的时候，他们2人已经正式在一起了。钱德勒穿着女士内裤穿过餐厅的画面也成为《老友记》的经典之一。但是，一个明星和另外一个超级大明星的爱情注定不会长久，而且马修内心有着极大的不安全感。他心里始终认为有一天茱莉亚会抛弃他，所以这段爱情仅仅维持了几个月，马修就提出了分手。在马修的人生中，他遇到过很多可以结婚生子的女人，但是无一例外的，他都会在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之前逃跑。他也知道这是小时候家庭环境给他带来的不安全感、被抛弃感造成的。成年之后，他也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进行心理治疗，但是他始终没能治愈自己内心的创伤。在《老友记》结束之后，马修还拍摄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，但基本都扑街了。最好的一部就是和布鲁斯·威利斯合作的《拯救马》，上映之后连续3周都是美国最卖座的电影。除了拍摄，就是整晚的派对和酒精。马修发现布鲁斯·威利斯可以整晚喝酒，第2天早上依然精神抖擞地到片场工作，可是他还需要大量的药物才能维持工作。4年之后，原班人马又合作了《整十码》，和大部分狗尾续貂的作品一样，这部电影惨败。没有了老友记的精神支撑，马修在酒精和药物的泥潭里越陷越深，最严重的时候导致结肠破裂，差点死掉。不过，尽管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极度痛苦，他从未想过自杀。他在自传里写道：“我不想死，但如果足量药物会致死，那我只能接受，乖乖地被毁灭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手里握着药，心里想着这可能会杀死我，然后还是不管不顾地把药吃了下去。”没想到他自己预言了自己的人生结局。马修和钱德勒那么像，相似的成长环境，相似的内心创伤，相似的幽默搞笑。
可是不幸的是，他没有身边那5个常伴左右、互相支持的朋友，没有 Monica 这个和他互补又给他很多很多爱的妻子，可以帮他战胜恐惧，走出创伤。马修自己也想象过，如果他没有做演员，没有拍摄《老友记》，没有巨大的名和利，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每天工作为钱操劳，是不是就能逃过成瘾的折磨？谢谢你的收看，欢迎订阅和评论，下期见。